除夕夜，总裁老公带回家一个怀孕大学生，我没闹，还热心给孕妇夹菜。第二天却悄然从顾家消失，顾总彻底疯了。除夕夜，顾家老宅灯火通明。顾南泽推开那扇雕花铜门时，我正蹲在厨房地板上一只剪饺子。吴妈手滑打翻了整盘，韭菜鸡蛋馅糊了一地，她慌得连围裙都在发抖，声音打着颤说：“太太对不起，太太，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头也没抬，只说没事，再包就是了。面粉糊在膝盖上，黏腻腻的，我用指甲一点点刮，动作不紧不慢，刮完左边膝盖又刮右边，像是在做一件全世界最重要的事。客厅电视里春晚预热节目热热闹闹的播着，主持人喜气洋洋地说着阖家团圆的吉祥话，窗外烟花零零碎碎的炸开，在还没彻底暗下来的天幕上绽出一小朵一小朵的光。厨房里蒸汽氤氲，锅里的水咕嘟咕嘟的滚着，一切都是除夕该有的模样。然后他开口了，之意他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客厅里，每个字都清晰的像钉子钉进木板。这是小苏，苏婉晴，她怀了我的孩子。吴妈手里刚捡起来的盘子又摔了，白瓷碎裂的脆响在大理石地板上炸开，瓷片溅到我脚边，她脸白得像张纸，蹲下去捡的时候手指在抖，捡了3次才捏住一片碎瓷。婆婆顾太太正从楼梯上下来，一脚踩空似的蹲在拐角处，新做的绛红旗袍裹着她骤然僵住的身体，一只手扶在楼梯扶手上，指节捏得发白。她脸上的笑容还没来得及收，就凝固在嘴角，像是被人按了暂停键。整个客厅安静了大概5秒，电视机里主持人还在喜气洋洋地喊着阖家团圆，那4个字在死寂的客厅里回荡，像一句不合时宜的冷笑话。我把最后一个饺子搁上案板，在围裙上慢条斯理地擦干净手指，面粉粘在指尖的纹路里，要用点力才能搓掉。然后我抬起头，门口站着的女孩穿一件奶白色羽绒服，围巾裹住半张脸，只露出一双很大的眼睛，睫毛很长，眼神怯生生的，是那种天生就带着无辜感的长相，不需要化妆，不需要表情管理，光是站在那里就能让男人产生保护欲。她的肚子微微隆起，羽绒服遮不住那个温柔的弧度，大概4、5个月的样子。她缩在顾南泽身后，一根手指小心翼翼地勾着他大衣下摆，像只受惊的猫，又像个被老师领进陌生教室的小学生，浑身上下写满了我怕，我弱，我需要保护。顾南泽穿着深灰色羊绒大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暖光灯照着他的侧脸，表情很复杂，有愧疚，有紧张，还有一种我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奇异的坚定。这种坚定我见过一次，6年前婚礼上，他站在红毯尽头，看着我从花门下走来的时候，眼里也是这样的光。只不过那时候他看的是我。几个月了？我问。他愣住了，大概他预设过1万种我的反应，哭、闹、砸东西，冲上去抓花苏婉晴的脸，把饺子馅扣在他头上，但他万万没想到我会先问这个。他嘴唇动了动，隔了2秒才发出声音：4个半月。孕吐严重吗？那个叫苏婉晴的女孩眼睛瞪得圆圆的，像只被车灯照住的兔子。她的嘴唇翕动了几下，没发出声音，又往顾南泽身后缩了半寸。顾南泽替她答了，声音里有种如履薄冰的小心。还好，就是闻不了腥味，油烟味也不行。
正常。我怀念那会儿，头5个月连喝水都吐，瘦了12斤。我把围裙解下来搭在椅背上，动作平稳的连自己都意外，然后走过去把玄关的拖鞋摆在他面前，别站门口了，外面冷，进来坐。吴妈，加1套餐具。晚晴是吧？你坐我旁边，离厨房远点，闻不到腥味。顾太太用一种看疯子的眼神看着我，她新烫的卷发一丝不苟，暗红色羊绒开衫衬得她气质雍容，可此刻她的表情像吞了一只活青蛙。她大概在想，这个儿媳妇要么是菩萨转世，要么就是被气疯了。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声音卡在喉咙里滚了几滚。之意，她的声音又干又紧。妈，我截住她的话，语气平和的像在聊今天菜市场的白菜多少钱1斤，大过年的，总不能让人家站门口，何况她还怀着身子。我弯腰把拖鞋摆正，直起身对吴妈说，餐桌加1套餐具，靠我右手边。小苏不能闻腥味，厨房门关紧一点。顾南泽喉结上下滚了滚，眼睛里翻滚着我看不太透的情绪，有惊讶，有感激，有愧疚，还有一丝隐隐的不安。那种不安很细微，像水面上一闪而过的涟漪，但我看见了。他大概准备好了一场暴风雨，准备好迎接我的歇斯底里，我的破口大骂，我摔盘子砸碗，把整个除夕夜搅得天翻地覆。但他没算到我会给孕妇拿拖鞋。之意，他又叫我，声音发虚，尾音微微上扬，像是在试探。怎么了？谢谢。我笑了笑。谢什么？过年嘛，图个团圆。然后我转身回了厨房，锅里的水滚得更厉害了，蒸汽从锅沿涌出来，扑在我脸上，热烘烘的，把我的眼睛蒙上一层水雾。我把案板上的饺子一个个拾进沸水，它们沉下去又浮起来，白白胖胖的，在水花里打着旋。我拿漏勺轻轻推了推，不让它们沾锅底。手很稳，心跳也很稳，可心里有一把刀，已经磨了整整3年。我叫林之意，嫁给顾南泽6年，有一个3岁的女儿叫顾念，小名念念。6年前那场婚礼办得风风光光，顾家是江城排得上号的地产家族，顾氏置业在顾南泽他爸顾博远手里做到过行业前20。我家境普通，父母在城郊开了一家小建材店，供我念了建筑系。毕业后，我进了一家建筑设计院做方案设计师。第一次见顾南泽是给他们顾氏的新楼盘做设计汇报。那天我穿了新买的西装裙，紧张的激光笔都拿反了，被顾博远批得一无是处。散会后，顾南泽追到电梯口，说我爸就那样，对谁都这样，你别放心上。你的方案真的很好，真的。后来他追了我大半年，不是什么总裁式的强取豪夺，是笨拙的、真诚的、普通的追求。下雨天给我送伞，自己淋得半边肩膀湿透。加班的时候帮我叫外卖，备注写了不要香菜多放辣，连我随口提过一次的口味都记住了。周末约我去看展，走累了就陪我坐在路边分一只烤红薯，他咬一口说没你甜，然后被自己吐得脸红到耳根。他说不想靠家里的关系，想自己开一家独立设计工作室，和你一起做，我们2个人的工作室。我被他的真诚打动，24岁那年嫁给了他。婚后头3年，他确实让我相信了童话。他不靠顾家资源，自己拉了一支小团队做建筑室内设计，我帮他跑客户、画图纸、谈供应链、
做预算。2个人的小工作室慢慢做出了口碑，在圈内有了名字。念念出生那天，她抱着孩子站在产房门口，哭得稀里哗啦，眼泪鼻涕呼了一脸。隔壁床的产妇家属纷纷侧目，护士以为她晕血，赶紧推了把椅子过来。她抽抽搭搭地说：“我老婆太不容易了。”把我妈感动的当场塞了她一个红包，说：“小顾啊，知意交给你，我放心。”那时候的她是真心实意爱着这个家的，我能感觉到，不用眼睛看，用心就能感觉到。变化是从顾博远突发脑溢血去世开始的。那年念念刚满半岁，我还在产假里，半夜接到电话说顾博远在办公室倒下了。顾南泽连夜赶到医院，没赶上最后一面。顾氏置业的担子一夜之间全压在了他肩上，他不得不关掉工作室，坐进他爸的办公室，穿他爸的西装，在他爸留下的那帮老臣面前强撑着当杀伐决断的顾总。他每天出门的时候，我都能看出他是咬着牙走的，他不想接这副担子，但他没有选择。他越来越忙，回家越来越晚，身上的烟味越来越重。从最开始的1天1包变成了2包，后来我干脆在他大衣口袋里摸到了第3包的空壳。我们之间的对话从今天过得怎么样变成念念今天吃了多少，再变成沉默。晚上躺在一张床上，他在那头，我在这头，中间的1.8米像一整条银河。我试过很多方法给他做便当，他带到公司放到凉也没拆开，约他看电影，他临时开会放了3次鸽子，带念念去公司给他送夜宵，他笑一下说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那笑容客气的像对一个不太熟的同事。从什么时候起，他从那个在产房门口哭得稀里哗啦的男人，变成了一个跟我说辛苦了都带着敷衍的陌生人。我不知道确切的时间点，但我知道那个时间点里一定藏着另一个名字。去年11月，他出了一趟差，去临市看一个项目地块。回来之后有一个微小的变化，他把手机密码改了。以前密码是念念的生日，我偶尔拿他手机帮念念拍照的时候，顺手就能解锁。那天念念搭了一个巨大的积木城堡，我拿他手机想拍，输入念念生日，密码错误，试了3次，锁了。我把手机放回桌上，什么都没问。但从那天起，我开始留意，他和以前一样，依然出门前给我一个额头上的吻，依然偶尔在路过花店时带一束花回来。但他的眼睛变了，一个人爱不爱你，看眼睛就知道。他看我的时候，眼里的光从聚焦变成了掠过，像看一件摆在屋里的旧家具，知道他在那里，但不会停下来多看他一眼。那种目光比吵架更伤人，因为它意味着你已经不在他的视线焦点里了。又过了一阵，他带念念去商场玩，回来的时候，念念手里多了一套从没见过的木头积木，做工很精致，边角都磨得很圆滑，木头闻起来有淡淡的松香，一看就不是商场里批量卖的东西。我问念念玩具哪来的，念念说叔叔的朋友送的，一个姐姐，姐姐很漂亮。顾南泽在旁边迅速补了一句商场活动送的赠品，然后就把念念抱去洗手了。我看着他急匆匆的背影，什么都没说。后来有一次他在阳台上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念念正在客厅里看动画片，声音开得很大，儿歌咿咿呀呀的盖住了大部分对话。我端着2杯水站在阳台门后面，听到他说：“你别担心，我会处理好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照顾好自己，其他的交给我。”
说完，他挂掉电话，转过身，看到我站在门里，脸色微微变了一瞬，然后接过水杯，说了句公司的事。我点点头，把另一杯水也给了他，转身走回了客厅。公司的事，一个男人拿这4个字搪塞过多少女人？他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没有揭穿他，因为时机还没到。2个月后，我在清理家里闲置物品时，把一些旧家电和旧书捐给了故事资助的一家福利院。福利院的负责人姓陈，是个50多岁的阿姨，热心肠，说话像连珠炮。她带我转了一圈，院子里孩子们追着跑，笑声一片。陈阿姨忽然指着角落一个穿蓝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孩说：“林太太，那个就是你们顾总资助的大学生志愿者小苏老师，每周都来，风雨无阻，孩子们可喜欢他了。”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那是一个20出头的女孩，高挑清瘦，长头发扎成马尾，蹲在地上教一个3、4岁的小女孩画画。阳光从梧桐树叶子缝里漏下来，落在她头顶。她笑的时候，眼睛弯成月牙，干净的像一杯白开水。苏婉晴，陈阿姨说，在林市上大学，大3了，家里条件不好，学费都是顾总的助学基金在出。她说寒假不想回家，想留下来做志愿者，我们就让她来了。挺善良一姑娘，挺好的。我说挺善良的。那天晚上，顾南泽难得回家吃饭，他坐在餐桌对面，一边喝汤，一边给念念夹菜，问念念幼儿园里学了什么新歌。念念叽叽喳喳的说着，他笑着听，看起来是个再正常不过的好爸爸。我看着他，想起早上那个蹲在地上教小朋友画画的女孩，想起她笑起来弯弯的眼睛，心里某个地方轻轻凉了一下。林氏的大学和他出差林氏的时间刚好对得上，但我没有查下去，不是不想，是不到时候。然后就是今天，除夕夜，他把他领进了家门。年夜饭摆上了桌，6道冷菜，4道热菜，一锅老鸭汤。吴妈从早上就开始忙活。餐桌是顾博远在世时从拍卖会上买回来的红木圆桌，12把雕花椅子，能坐一大家子人。可顾博远走了之后，家里就只剩顾南泽一个儿子，顾太太一个老太太，我和念念，再加一个吴妈，5个人坐12把椅子，空空荡荡。今天多了个苏婉晴，算上她肚子里那个，勉强凑了7个。顾太太在主位坐下，脸色铁青的像一块生了锈的铁板。她展开餐巾铺在腿上，动作很大，像是在抖一条鞭子。她看了苏婉晴一眼，那一眼里的寒意能把沸水冻成冰，然后拿起筷子往桌上一拍：“南泽，吃完饭你到我房间来一趟。妈，今天除夕，有什么事年后再说行不行？”顾南泽的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烦躁。年后，顾太太声音拔高，筷子震得碗沿叮当响。你把人领进家门的这一天，就该想到要跟我解释。你爸要是还在，你看看他会不会让你。妈，顾南泽打断他，语气里带了一丝恳求，今天过年，别说了。苏婉晴缩在椅子里，2只手绞在一起放在膝盖上，指节拧得发白。羽绒服脱了，里面穿一件宽松的米色针织裙，肚子在裙子下面鼓出一个温柔的弧度。她的脖子很细，锁骨很明显，低着头的时候下巴几乎要埋进胸口。她看起来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大概也就21、22岁。我端起酒杯站起来，妈，大过年的，别让客人难堪。
有什么话明天再说。我先敬您一杯，祝您身体健康，年年有今朝。顾太太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看着我，那个眼神很复杂，有愤怒，有不甘，有心疼，还有一丝你是不是傻的难以置信。他大概在想，你这个原配怎么不去撕了小三的脸，反而在替小三打圆场。但他没有拒绝我的酒，他端起杯子跟我碰了一下，一口闷了，然后把酒杯重重搁在桌上，靠在椅背上不再说话。我注意到他握着酒杯的手指在微微发抖。我坐下来，拿起公筷，夹了一块糖醋排骨放进苏婉晴碗里。尝尝吴妈的手艺，这道排骨是她的招牌，念念每次能吃半盘，恨不得连盘子都舔了。苏婉晴抬起头看我，眼眶里有水光在打转，睫毛湿漉漉的，像是下一秒就要哭出来。谢谢知意姐，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尾音颤颤的。不客气。我又给他加了一块清蒸鲈鱼，挑的是鱼肚上最嫩的那块，鱼肉蛋白质高，对胎儿发育好。你现在4个多月，正是宝宝长脑子的关键期，多吃点优质蛋白。对了，叶酸还在吃吗？他愣了一下，大概没料到我会问这个，慌乱地点点头。在吃的。那就好。前3个月和后3个月都要补，别断了。说完，我转向另一边，夹了一只最大的油焖大虾放进顾太太碟子里。妈，您也吃。虾是今天早上吴妈去菜市场挑的，只活蹦乱跳。您最喜欢的太湖白虾。顾太太深吸一口气，那口气里包含了太多复杂的东西。她大概在想，这个儿媳妇要么是真傻，要么是真聪明，而这2种可能性都让她感到深深的不安。她拿起筷子戳着碗里的鱼，把鱼肉戳成了泥，一口都没往嘴里送。饭桌上的气氛诡异到了极点。顾南泽坐在我和苏婉晴中间，低着头扒饭，速度飞快，像在完成一项任务，一个字都不敢多说。他平时吃饭很讲究，细嚼慢咽，今晚却像饿了3天。顾太太用筷子把盘里的一块芋头翻来覆去的戳得千疮百孔。苏婉晴小心翼翼咬着我给她夹的排骨，吃得像只偷吃东西的仓鼠，嘴巴动的幅度极小，骨头都不敢吐出来，含在嘴里半天才悄悄放到碟子边上。念念是唯一一个真正在过年的人。他坐在我旁边，小短腿够不着地，在椅子下面晃来晃去，一边往嘴里塞虾仁，一边叽叽喳喳。他歪着头打量了苏婉晴半天，忽然大声问：姐姐，你肚子里有小宝宝吗？苏婉晴差点被排骨噎住，咳了2声，红着脸点点头。是弟弟还是妹妹？念念追问。还不知道呢。那他会喜欢恐龙吗？念念举起他随身携带的霸王龙玩具，在餐桌上挥舞。我的恐龙叫小绿，他可厉害了，他会喷火。苏婉晴被他逗得终于笑了一下，嘴角弯起来的弧度居然跟我有点像。顾南则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迅速低下去，大概是发现了这个巧合。念念，吃饭的时候不要玩玩具。我轻声说，把他的小恐龙接过来放在桌角。念念乖乖哦了一声，安静了大概30秒，又开始了新一轮提问。姐姐，你会唱孤勇者吗？姐姐，你见过真的恐龙吗？姐姐，你会折纸飞机吗？苏婉晴被他问得应接不暇，表情终于从紧张变成了一丝丝放松。他小声回答念念每一个问题，声音软软的，确实像个幼儿园老师。
我低头喝汤的时候，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上有2条未读消息，一条是闺蜜江时雨发的，姐妹除夕快乐。你让我查的那个助学基金资料全齐了，这瓜比我想象的大，明天面谈。第2条是我爸发的，之意你要的资产清单，周律师全部整理好了，节后给你送过来。我把2条消息都划掉，手机发了个面扣在桌上，继续喝汤。汤很鲜，吴妈炖了6个小时，但我尝不出任何味道。年夜饭吃完的时候，桌上饺子还剩了7个。顾太太夹了一个咬了一口，大概觉得馅儿不对味，皱着眉放下了。顾南则从头到尾没碰过饺子。苏婉晴吃了一个，小声说很好吃，然后看着碗里堆成小山的菜，不好意思地放下了筷子。知意姐，她小声说，眼睛还是不敢直视我，谢谢你。真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谢什么？我把餐巾折好放在桌上，对她笑了一下。大过年的，你一个人怀着孩子没地方去，南则带你回来是应该的，以后你也算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了。我说这句话的时候，瞥了一眼顾太太，她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铁青来形容了，大概是一块生铁被锤子砸了10轮之后的状态，再砸一下就要碎了。苏婉晴的眼泪忽然掉下来了，一颗一颗的落在她面前的碗里，砸出小小的水花。她手忙脚乱的去擦，把袖子蹭的全是眼泪和酱油渍，越擦越狼狈。知意姐，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我对不起你。她的声音碎成了好几片，每一片都带着哭腔。你没有对不起我。我打断她，把纸巾递过去，语气温和却不容置喙。怀孕不是一个人的错，你照顾好自己，孩子最重要。别哭了，大过年的哭不吉利，对宝宝也不好。顾南则在旁边沉默地看着我们，筷子搁在碗上，一口也吃不下了。他的眼睛里有惊讶，有感激，有愧疚，还有一丝隐隐的不安。那种不安比刚进门时更明显了，像乌云在天边翻涌，还没压过来，但能看见影子。他大概以为我真的接受了苏婉晴，以为这个除夕夜会成为顾家历史上最魔幻也最和平的一个夜晚，以为他可以左手牵着原配，右手护着小三，在我宽容大度的庇护下安然度过这个年关。他错了。凌晨2点，顾家老宅彻底安静下来。顾太太回房前吃了2片安眠药，我听见她开药瓶的声音，塑料盖子转了好几圈才拧开，手大概还在抖。吴妈早就回了后院的小屋，走之前把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连地砖缝里的韭菜都擦掉了。顾南则睡在书房，他说今晚要跟苏婉晴谈谈后续的安排。苏婉晴被我安排在1楼的客房，床单是新换的天竺棉，枕头是我亲手拍蓬松的，空调温度调到了26度，我还给她多加了一床羽绒被，孕妇怕冷，这个房间暖气管道不太顺，别冻着。念念早就睡着了，她躺在她的小床上，抱着那只破旧的兔子玩偶，耳朵已经被他啃得起了毛边，嘴角还挂着一丝笑。他今晚很开心，因为家里来了一个会陪他画画的姐姐，会回答他所有关于恐龙的无厘头问题。他不知道这个姐姐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明天醒来之后他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坐在他床边看了他很久，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落在他的小脸蛋上，照得他的皮肤像瓷器一样又白又薄。他的睫毛很长，像我；鼻梁很挺，也像我。他翻了个身，
嘴里嘟囔了一句梦话：妈妈，兔子要吃胡萝卜。我把被子给他掖好，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他的小手在梦里抓了抓，抓住了我的手指，握得很紧，像小时候吃奶时攥着我大拇指那样。我等他翻过身去，才轻轻抽出手指，又在床边坐了5分钟，直到他的呼吸重新变得均匀绵长。然后我站起来，回到主卧，打开衣柜，从最里面拎出一个早就收好的登机箱。箱子很轻，里面装的东西很简单，我和念念的证件、银行卡、几张换洗衣服，一个 U 盘。U 盘里存着顾氏置业近3年所有的供应链合同备份，顾博远遗嘱的原始扫描件，顾南泽名下全部资产和负债的明细，以及他和苏婉晴之间所有通信记录的完整截图。微信、短信、通话记录、酒店入住记录，按时间线排列，一页不缺。这些资料我收集了整整3年。该走了，我把登机箱拎到玄关，换上一件黑色及膝大衣，围上深灰色羊绒围巾，在念念房门口站了最后1分钟。他睡得很香，抱着兔子玩偶的姿势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其实我不想把他从他爸爸身边带走，一个3岁的孩子需要父亲。但我更不想让他留在一个会伤害他妈妈的家庭里，让他在谎言和背叛编织的温床里长大，让他有一天发现自己的父亲用公司的14个字骗了他妈妈3年。总有一天他会明白今天我做的这个选择，我希望到那天他能原谅我。我走出顾家老宅，院子里的红灯笼还亮着，在夜风里轻轻摇晃，光影映在地上，像一簇簇将熄的火。远处还有零星烟火，在深蓝色的夜空中炸开一朵转瞬即逝的银色小花。空气冷得让人牙齿发酸，呼吸都带着白雾，但我心里是暖的。6年了，我终于可以从这扇雕花铁门里走出去，不用再演一个宽容大度的完美妻子，不用再假装看不到他眼里的光已经熄灭了。我拖着行李箱走出铁门，拐过街角，一辆黑色商务车停在路灯下，车顶积了一层薄薄的霜，在灯光下闪着细碎的光。驾驶座的车窗摇下来，露出我爸略显疲惫的脸。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领子竖起来挡风，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着的烟。看到我出来，他把烟从嘴上取下来，别到耳朵后面，推开车门走下来，二话不说接过我手里的箱子放进后备箱，动作很轻，什么都没问。念念呢？他说明天早上来接，让他再睡一晚，最后一次在自己家睡个安稳觉。我拉开车门，坐进副驾驶，车里的暖气开得很足，座椅上铺着我妈生前织的毛线垫子，橘色的毛线球图案，洗了太多次，颜色已经褪得发白，但还很软。我爸发动引擎，车子平稳地驶入空无一人的街道。除夕夜的街道很空，红绿灯自顾自地跳着，路两旁的店铺都关了门，卷帘门上贴着大红的福字，在路灯下显得有点孤独。手续办好了？我爸问，眼睛看着前方的路。财产清算的申请材料，周律师年前就递上去了。法院通知节后第1个工作日正式立案，案号都预分配了。股权冻结的保全申请同步提交，他名下的资产从今天0点起1分都动不了。银行那边的风控系统我已经打过招呼了，那个姓苏的查清楚了，他的助学基金来源、真实年龄，还有他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石宇全部查完了。资料在 U 盘里，
回去我慢慢看。我爸不再说话，只是稳稳地开着车。车在音响里播着一首很老的粤语歌，音量拧得很低，但我听出来了，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我爸年轻时最爱这首歌，每次带我去钓鱼都哼，跑调跑得惊天动地。我妈从来不纠正他，只是坐在湖边的折叠椅上看着他笑。窗外的街道流光溢彩，除夕夜的红灯笼一排又一排的往后退，像一条正在熄灭的红色河流。我把脸贴在冰凉的车窗上，看着这座我生活了6年的城市从我眼前一寸一寸的掠过去。我以为我会哭，会舍不得，会难过，会想起顾南泽曾经站在红毯尽头看我的眼神，想起他抱着刚出生的念念哭得像个孩子的样子，想起他第一次牵我手时掌心的温度和微微汗湿的手指，然后把这些回忆和今天那个怀孕的女孩一起在脑子里搅成浆糊。但没有，我的心跳很平稳，平稳的像刚刚做完一场充足的睡眠。因为这件事我想了整整3年，从他改密码的那天开始，从他第一次用公司的事搪塞我的那天开始，从我在福利院看到苏婉晴蹲在地上教小朋友画画的那天开始。我想了太久，想的每一个细节都在脑子里过了千百遍，想到他真的把那女孩领回家的那一刻，我终于不用再想了，只剩下执行。车子驶过跨江大桥的时候，我的手机震了一下，屏幕亮起来，是顾南泽发来的消息。他大概还坐在书房里，对着台灯的光思考怎么平衡原配和女大学生的关系，思考怎么让我接受这个新安排，思考怎么在母亲和情人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他大概觉得自己今晚做的还不错，这顿年夜饭虽然气氛诡异，但至少没打起来，至少我给他加了台阶，至少苏婉晴没有被当场赶出去。我点开消息，之意，谢谢你今晚的宽容。我知道这件事让你很受伤，但婉晴真的很需要我，她一个人怀着孩子无依无靠，我不能不管她。你放心，你和念念永远是我最重要的人，请给我一点时间，我会把一切都处理好。新年快乐，我爱你。我看着屏幕上的每一个字，目光在我爱你3个字上停了很久。我爱你。他在除夕夜把一个怀着他孩子的女大学生带回家，让我给他夹菜、铺床、拿被子，问他叶酸还在不在吃，然后在凌晨2点给我发来一句我爱你。这3个字在手机屏幕上发着冷白色的光，干净、漂亮、体面，像他身上那件羊绒大衣一样一丝不苟。我盯着这3个字笑了一下，不是讽刺，也不是悲伤，只是觉得原来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感动演得这么逼真，逼真到他大概真的相信自己是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相信自己在除夕夜把怀孕的小三带回家是对真爱的勇敢担当，相信自己只要在最后加上一句我爱你，就能让所有伤害都变成可以理解的选择题。我打了一行字，又一个一个删掉，打了又删，删了又打，最后我只回了4个字，新年快乐。然后我把手机关机，放进包里。车子停在翠湖边一栋3层小楼前，这是我家，我爸妈住了30年的老房子，红砖墙，斜坡顶，院子里种着2棵桂花树，是我出生那年我爸亲手种的。30年了，桂花树从2根筷子粗的树苗长到了2楼窗台那么高，树冠像2把巨大的绿伞。冬天桂花不开，但枝桠在夜色里伸展的姿态还是很好看，树梢上挂着一弯细细的残月，像画上去的。
家门口的灯亮着，我妈养的那只橘猫，肥得像一颗毛茸茸的炮弹，正蹲在台阶上打盹。看到车灯，它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从台阶上跳下来，踩着猫步慢悠悠地走过来，尾巴翘得老高，在我脚边蹭来蹭去。我推开车门走下来，闻到桂花的清苦味和湖水的湿气混在一起。这个季节桂花早落了，但枝干上的苦味和泥土里的水汽交织出一种特有的气息，淡淡的，冷冷的，很好闻。这是家的味道，不需要任何修饰，它就是家的味道。进屋之后，我爸帮我把箱子拎到2楼我小时候住的房间，说了一句别熬太晚，就回自己屋了。我从箱子里取出笔记本电脑，在餐桌前坐下，把 U 盘插进接口，点开那个标注为苏婉晴的文件夹。江时雨昨天发来的调查成果我还没来得及细看。他做调查记者出身，挖资料的功夫在圈内出了名的很，连人家前任的现任的前任都能翻出来。屏幕上的文档一页一页展开，我一行一行往下看，表情越来越平静。苏婉晴，本姓许，叫许婉晴，不是21岁，是24岁。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任何正规大学，在临市一所野鸡大专挂了3年学籍。大2那年，因为被查出冒名顶替他人助学贷款，被学校取消了助学金资格。大专肄业后，他在临市一家 KTV 做服务员，因为长相清纯，说话软糯，被一个社会上的男人追求。同居半年后怀孕，不到2个月就被甩了。他自己去做人流的时候，认识了那家私人妇产诊所的老板，此后一直在诊所做前台，负责挂号收费和给病人倒水。怀孕不是意外，他朋友圈设置了3天可见，但时雨通过他一个前同事拿到了更早的截图。去年10月他发过一条朋友圈，原文是这样写的：今年目标，搞定一个有钱人，不能再被穷男人拖累了，加油！配图是他在酒店房间里对着镜子拍的一张对镜自拍，镜子里反射出的床上放着一件男人的西装外套，那件外套的袖扣被放大之后可以看清，珐琅底嵌金丝福字，是顾博远留下的老物件，顾南泽定制的袖扣。助学基金更是精准匹配了顾南泽最隐秘的偏好。顾氏资助过的学生有上百个，遍布全国各地，但他偏偏拿到了顾南泽亲自审批的那一份，而且在拿到资助的当月就去做了产检，建档日期倒推孕周，与他后来哭着说被渣男甩了才发现怀孕的时间线完全对不上。更关键的是，在他建档的前一天，他的私人账户上收到了一笔20万的转账。转账方是一家叫明达咨询的公司，法定代表人是苏婉晴大学室友的表姐。而这家明达咨询过去2年间有6笔来自顾氏的市场服务费，每笔数额都在10万到20万之间。他肚子里孩子到底是不是顾南泽的？这个问题在看完福利院的监控记录和产检预约记录之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建档的时间倒推孕周，与顾南泽的出差行程只有2次重合，但与他那个 KTV 前男友，就是那个同居半年然后甩了他的男人的重合时间是每周3次。我只花了20分钟看完这些资料，每一页都让我更冷静一分，冷静到手心发凉，指尖却异常温热。然后我关掉文件夹，打开另一个。这个文件夹的名字叫顾氏置业，资产明细及法律瑕疵，里面的内容更厚重。
我和周明远律师团队花了3年时间逐项整理出来的，每一份合同都标了日期和关键词，每一条资金流向都做了可视化图表。顾氏置业表面上是顾南泽全权掌舵，但顾博远当年留下的遗嘱有一项附加条款，顾氏的核心资产被锁在一个家族信托架构里，受益人是顾南泽的婚生子，也就是念念。如果顾南泽在婚姻存续期间有重大过错导致离婚，信托的管理权将自动转移给共同受益人指定的第三方管理人，而顾博远指定的第三方是他生前最信任的财务顾问，也是周明远的亲弟弟。换句话说，顾博远在立遗嘱的时候就给儿子设下了一个他完全不知道的法律陷阱。因为他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了，他亲眼看着顾南泽从小到大被宠着长大，知道他耳根子软，知道他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诱惑，知道他扛不住糖衣炮弹。他不信顾南泽能守住这个家，而他留给这个家的最后一道保险是我。我把这些文件夹一个个整理好，按照日期编号，按照法律要件分类，打包压缩，发到周律师的邮箱。邮件正文只写了一句话：节后按计划推进，材料齐全，证据链闭合。然后我拿起手机想了想，给顾南泽发了一条消息：南泽，早上带婉晴去产检吧。我约了仁爱医院的徐主任，上午9点 VIP 诊室。他孕周不小了，该做一次全面筛查了。徐主任是江城最好的产科医生，让他看看放心。他秒回了：好，你安排。之意，谢谢你，真的，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度。婉晴刚才还跟我说，你给他夹菜的样子让他想起了他姐姐。等他生完孩子，我们3个人好好坐下来谈。你会喜欢他的，他真的很善良。我没有再回复。我的大度，他很快就会看到真正的模样。天快亮的时候，我躺回自己小时候的床上。这间屋子还保持着我离开时的样子，墙上贴着大学时画的建筑手稿，书架上摆着顾南泽追我时送的第1本书，一本建筑史，扉页上有他歪歪扭扭的字：之意，谢谢你让我的世界有了温度。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然后把书翻了个面扣在书架上。透过窗户能看见外面那2棵桂花树，枝桠在晨光里一点一点亮起来。枝头停着一只鸟，看不清是什么鸟，在越来越亮的天光里抖了抖羽毛，然后扑棱棱地飞走了。我靠在老藤椅上，把腿上的毛毯往上拉了拉，橘猫不知道什么时候溜进来，跳上我的膝盖，把自己团成一个圈，开始打呼噜。手机响了，来电显示婆婆。我接起来，按了免提。林之意，你在哪儿？顾太太的声音又尖又哑，像砂纸刮过玻璃。背景里传来佣人跑来跑去的脚步声，柜门被打开又关上的砰砰声，还有顾南泽在远处嘶吼找到没有，每个房间都找了吗？他常去的地方都找了吗的声音。大概是吴妈早起打扫卫生，发现主卧的衣柜空了一半，我的梳妆台上护肤品全部消失，登机箱不翼而飞，床头柜里我和念念的证件一本都不剩。我问你话呢，你去哪儿了？你知不知道南泽找了你一早上？他把整个老宅翻了个底朝天。你到底去哪儿了？妈。我从藤椅上坐起来，靠在那张泛旧的竹编椅背上，看着桂花树梢上的第1缕阳光穿透薄雾。我走了。走了？什么叫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大年初1的去哪儿？不回去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稀里哗啦的巨响，像是什么东西掉在地上摔碎了。我猜是玄关那个青花瓷花瓶，顾太太最喜欢的那只。然后是顾南泽抢过手机的声音，他的呼吸声又重又急，声音又急又怒又慌，带着一种我从未在他嘴里听到过的走投无路的慌张。之意，你在哪？你为什么要走？你说清楚。昨晚不是还好好的吗？你不是说不在乎婉晴的事吗？你还给他夹菜了，你还给他铺床拿被子，你……顾南泽，你用夹菜来评判我的态度吗？我打断他，声音里终于带了一丝笑，不是冷笑，不是苦笑，是那种憋了很久很久，终于不用再憋的笑，像在水下潜了太久，终于浮出水面吸到的第一口空气。那你有没有注意到，昨晚那桌菜从头到尾我一筷子都没吃？电话那头安静了，那种安静不是普通的沉默，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之后脑内一片空白的死寂。你以为我给他铺床拿被子是接纳他了？你错了，我铺床单是在铺你的棺材布，我拿被子是在盖你的棺材板。我等了这么久，不是因为我原谅你了，是因为我在等你自己把所有的罪证都摆到桌面上来。现在你摆完了，你把孕妇带回家，让你妈亲眼看到了，让吴妈亲眼看到了，让念念亲眼看到了，还在福利院留下了完整的资助记录和监控录像。顾南泽，证据链齐了。你说什么？什么证据链？你到底在说什么？他的声音变了，愤怒里夹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恐惧，像被人捏住了喉咙。他今天去仁爱医院产检，你以为只是产检吗？他的孕周和你出差的日期、出差的行程单和酒店的入住记录，你批给他助学基金的审批文件，你名下明达咨询公司给他转款的银行流水，这些东西我全都有，每一条都做了公证。你以为你在安排未来，安排我们三个人坐下好好谈，安排你的真爱和你的家庭和平共处？你其实只是在帮我完善卷宗。他的呼吸声变得很重，像一头被困在陷阱里的动物。电话那头隐约传来顾太太的哭声和苏婉晴慌乱的脚步声。法院结后第一个工作日立案，股权冻结的保全申请同步提交。你名下的资产从今天0点起1分都动不了。你给苏婉晴准备的那笔安置费，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已经进了冻结名单。之意，顾南泽，你跟他说，等他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记得做亲子鉴定。然后我把电话挂了，我把手机放在扶手上，靠回那张老藤椅。橘猫被我刚才的声音吵醒了，不满地喵了一声，在我腿上踩了几脚奶，又重新团成一个圈。桂花树的影子被越来越亮的晨光拉得很长，穿过雕花窗棂，落在我的膝盖上，像一块一块的碎金。手机在扶手上疯狂震动，顾南泽打了一遍又一遍，屏幕亮了灭，灭了又亮，他的名字在屏幕上跳动，像一个永不熄灭的信号。我按了静音，江时雨的消息反倒先弹了出来，连发了3条。姐妹，热搜第一，有人拍到你半夜拖行李箱从顾家老宅出来，发微博说除夕夜豪门大戏，原配半夜出走，评论区已经炸了。你婆婆刚才给我打了4个电话，我没接。你那个老公在朋友圈发了一条之意你在哪，配图是昨晚的年夜饭照片，他是不是有病？我回了一条到了，见面说。
后来我听说了那通电话之后，顾家客厅里发生的事。吴妈跟石宇是远房亲戚，她把亲眼看到的一切原原本本讲了出来。顾南泽在电话被挂断之后，整个人僵在那里，然后他猛地把手机摔在地上，屏幕碎成蜘蛛网。他跌坐在沙发上，双手抓着头发，浑身发抖。他对着碎裂的手机反复吼叫，声音像一只受伤的困兽。他录音了吗？他到底录了多少？那些合同他哪来的？他什么时候开始查的？顾太太坐在旁边，脸上血色全无，嘴唇哆嗦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苏婉晴站在楼梯口，一只手扶着栏杆，另一只手捂着嘴，脸上的妆花得一塌糊涂，睫毛膏顺着眼泪淌下来，在下巴上汇聚成2条黑线。她没有哭出声，只是浑身在发抖。她大概听明白了一件事，自己的靠山在除夕夜这一晚之后，已经变成了一座即将沉没的孤岛。正月初6，法院正式立案。顾氏置业股权冻结通知书由2名法警亲自送到了顾南泽的办公室，他当着法警的面把通知书撕成2半，然后被告知撕毁司法文书属于妨碍公务，被法警带到法院当场签了一份保证书。周明远律师把全程录像发给了我，视频里顾南泽签字的时候手抖得连笔都握不稳，签出来的名字歪歪扭扭，完全不像他平时签字时那种花体签名。正月初8，苏婉晴在仁爱医院做产检的时候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涉嫌学历造假、骗取助学金，以及通过关联公司非法转移企业资金。他那笔20万的转账记录成了经济犯罪线索。石宇把全套材料打包送给了经侦支队，包括银行流水、聊天记录、朋友圈截图和 KTV 同事的证人证言。苏婉晴被带走的时候吓得崩溃大哭，蹲在走廊里抱着肚子歇斯底里的喊：不要抓我，我怀孕了，你们不能这样对我。徐敏之主任站在旁边，口罩上面的眼睛没有一丝波澜，只低头翻着产检档案说了一句：小姐，你的产检记录上没读那一栏，要不要现在重新测一遍？正月15，元宵节，离婚官司第1次开庭。顾南泽请了江城最贵的婚姻法律师，姓郑，圈内人称郑不败，以能在法庭上把黑的说成白的而闻名。他穿着定制西装走进法庭的时候气派十足，公文包都是鳄鱼皮的，开口第1句话就掷地有声。原告林之义女士长期患有产后抑郁症，情绪状态不稳定，我方有充分证据证明她在此次离婚诉讼中存在主观恶意和蓄谋已久的报复性行为。我方请求法庭驳回原告所有诉讼请求。然后周明远站了起来，他不紧不慢地打开文件夹，像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一份一份证据被放在法庭的投影仪下，3年间顾南泽与苏婉晴的全部通讯记录，按日期排列，每一条都有截图和公证件，银行转账记录，每一笔都有流水号和对方账户信息，出差行程、单与酒店入住记录的时间重合表，用红框标注了每一次重合的日期。苏婉晴的产检建档记录，建档日期被红色箭头指向了那笔20万转账的到账日，以及顾博远遗嘱信托附加条款的原始扫描件，纸页发黄，签名清晰，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子弹。郑律师的脸色从自信变成惊讶，从惊讶变成苍白。他转头看了顾南泽一眼，那一眼的意思再明确不过，
这些东西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顾南泽坐在被告席上，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指节用力到发白，嘴唇紧抿成一条线，脸色灰败的像是大病初愈。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法官当庭宣布休庭，择日宣判。走出法院的时候，阳光正好。正月的阳光没有多少暖意，但足够明亮，照在法院灰色的台阶上，把每一级石阶都刷成浅金色。我站在台阶顶端，看见我爸那辆黑色商务车停在路边，老周站在车旁朝我挥了挥手，然后弯腰拉开了后座车门。后座上趴着一个小人儿，正透过车窗朝我挥手，两只小辫子甩得像拨浪鼓。是念念，我爸把他带来了。我快步走下台阶，高跟鞋在大理石台阶上敲出清脆的声响。拉开车门的瞬间，念念一下子扑进我怀里，小胳膊死死搂住我的脖子，红色羽绒服蹭得我的脸痒痒的。他的小脸蛋被风吹得红扑扑的，眼睛亮晶晶的，搂着我大声喊：妈妈！外公说以后你和念念还有姐姐都住在翠湖，我们有自己的家了。姐姐？我愣了一下。一个女孩从念念身后探出头来，她已经脱掉了昨天那件不合身的黑色裙子，换上了我让石宇提前送过去的粉色卫衣，头发梳成了两个整齐的小辫子，脸上洗得干干净净，露出原本清秀的面容。她手里捧着一个草莓蛋糕，是念念昨天买给她，她舍不得吃完的那个，从翠湖一路捧到了法院门口，奶油有点化了，但她小心翼翼地端着，像端着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她看着我的眼睛，抿了抿嘴唇。那个动作持续了很久，然后她终于不再叫我阿姨，轻轻地说了一声：妈妈，草莓蛋糕我给你留了一半。我把她从后座里抱下来，一只手搂着她，一只手搂着念念，蹲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把脸埋在两个孩子小小的柔软的肩膀中间。他们的头发蹭着我的脸颊，带着一样的洗发水香味。阳光从头顶照下来，暖融融的，像一床刚在太阳底下晒透的棉被。我爸站在车旁把烟掐了，假装蹲下来系鞋带，摘下眼镜擦了3次，每次都擦了很久。1个月后，我在翠湖边上开了一家独立建筑事务所，名字叫念念设计事务所，取自念念的名字，也取自念念和那个叫婉婉的女孩。事务所不大，核心团队12个人，大部分是我以前在故事工作室时期亲手带出来的设计师。他们听说我离婚后自己单干，二话不说集体跳槽跟了过来。领头的那个女孩子给我发了一条消息：知意姐，你在哪儿我们在哪儿，故事没有你待着没意思。顾南泽的工作室在得知消息后的第2天人去楼空，前台小姑娘最后一天上班，给整栋写字楼每家公司都送了一盒喜糖，说是庆祝自己脱离苦海，终于不用再帮老板瞒着老板娘接见各种访客了。故事之夜在顾南泽被冻结股权后，由家族信托指定的第三方管理人接管运营。顾南泽被董事会全票罢免了董事长职务，没有一个人替他说话。他离开总部那天，有财经媒体拍到他抱着一个纸箱站在写字楼门口等网约车，头发乱糟糟的，西装皱巴巴的，整个人瘦了一大圈，站在风里显得又狼狈又单薄。那张照片上了财经新闻头版，标题是顾氏前掌门净身出户，豪门婚姻终成空壳。评论区点赞最高的一条写着：除夕夜带小三回家过年，
大年初一老婆就跑了，这种智商当年是怎么当上总裁的？苏婉晴的案子2个月后开庭，他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那20万涉案资金被依法追缴。宣判的时候，他站在被告席上哭了很久。法官问他有什么最后要陈述的，他捂着已经很大的肚子说了一句：孩子是无辜的，请你们放过我的孩子。旁听席上一个他之前在 KTV 的同事站起来喊了一嗓子：那你知道孩子他爸到底是谁了吗？你不止一个吧？被法警当场请了出去。他再也没有联系过顾南泽。听福利院的陈阿姨说，苏婉晴离开江城那天挺着大肚子在火车站等了很久很久，最后坐上了一趟开往南方的绿皮火车，目的地不明。顾太太在中丰天滩的第3个月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她说话已经不太利索了，含含糊糊的，有时候一个字要重复3、4遍才能说清楚。但我听清了几个断续的词，之意回家，妈错了，念念，想念念。我握着手机想了很久，窗外的桂花树正在抽新芽，嫩绿的叶子在春风里轻轻摇动。最后我轻声说了一句：阿姨，您保重身体，念念改天去看您。挂了电话，我把通讯录里的备注名从婆婆改成了顾阿姨。不是不原谅，是有些伤，好了之后会留疤，疤还在，但已经不疼了。周6下午，阳光很好，我带着念念和婉婉去翠湖放风筝。风筝是婉婉亲手做的，竹篾弧报纸，尾巴上系了2条她剪的花布条，用的是念念不穿的那条小裙子改的。他拽着线跑了半天没放起来，念念在旁边急得直跺脚，嘴里喊着姐姐加油，姐姐加油。最后把小宝架在脖子上，让他举着风筝，3个人在草坪上摔成一团。草坪软软的，草尖刚冒出嫩芽，摔上去像摔在棉花堆里。没有人受伤，只有笑声被春风裹挟着吹得很远很远，越过湖面，越过柳梢，越过翠湖对面的整座城市。我爸坐在湖边的长椅上，旁边蹲着那只越来越胖的橘猫，他手里拿着根钓竿，鱼线在风里轻轻晃荡，浮漂半天没动一下，湖里的鱼大概都过节去了。但他脸上带着笑，那种笑和以前不一样，以前的笑里总藏着一丝担忧，怕女儿在豪门里受委屈又不敢说。现在的笑是安稳的，踏实的，不用再发愁的。他知道他的女儿不会再被人用一句公司的事搪塞3年了。我坐在他旁边，看着孩子们在草地上追逐奔跑。婉婉终于把风筝放起来了，念念在旁边跳着拍手，小辫子一甩一甩的。风筝在翠湖上空摇摇晃晃的攀升，越飞越高，最后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稳稳地浮在蓝天和白云之间，像一个终于挣脱了绳索的自由体。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是顾南泽发来的消息，之意我在翠湖对面，我看到风筝了，做得很漂亮，我能过去跟他们说句话吗？就一句，我远远看一眼也行。我抬起头望向湖对岸，一个男人站在柳树下，穿着一件旧夹克，身形比以前消瘦了许多。他站得很远，柳树的枝条垂下来，半遮住他的身影，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他远远地看着草坪上的孩子们，2只手插在口袋里，犹豫着没有往前迈出半步。湖面的风把他的头发吹乱了，他没有抬手整理。我低下头，打了一行字发过去：你站在原地别动，我过来。我站起来，
拍了拍裙子上的草屑，朝湖对岸走去。春风从湖面上吹过来，带着水草和泥土混合的气息，还有一丝隐隐的桂花香。新一季的桂花还早，但桂花树的叶子已经在风里沙沙作响了。晚晚的风筝在我身后飞得很高很高，念念和小宝的笑声在风里打着旋，脆生生的，像是这个春天最早醒来的声音。翠湖的水面被风吹出细密的波纹，阳光把每一道波纹都镀上了一层碎金，耀眼却温柔。有些债不用恨来还，有些结局不需要赢家，他来就是想求一个让自己继续活下去的理由，求一个让自己不至于在后半生被愧疚彻底吞没的浮木。而我能做的就是不让它影响孩子们此刻脸上的笑容。等我把话说完，他就可以走了。而我转身的时候，那几只风筝还在天上飞。